大家好，歡迎嚟到窩連 Magazine。今日係2026年嘅3月14號啊！呢條係第一條片嚟嘅。呢一條係希伯來文嘅廣東話配音嚟嘅，就係以色列總理嘅內塔尼亞胡啊，喺3月12號就發表咗電視演講。咁啊，成件事咧都幾長啊，都講緊30分鐘啊，超過30分鐘嘅演講，講緊呢30年來嘅即係伊朗嗰個佈局啊，嗰啲死亡產業啊，點樣即係以色列點樣生存危機，同埋佢嗰個獅子咆哮嘅行動嘅細節啦。咁啊，同埋咧佢都講，喂，精準打擊嘅一啲，即係同大家報道，喂，到底啊，喂，摧毀咗邊啲嘢咧？咁都好多嘅關鍵嘢，同埋咧要整到佢咧復原唔到嗰種嘅情況啦。亦都有談及到咧啲斬首行動啊，講到伊朗喂呢個政權未來會點咧？佢點睇咧？點睇呢個新嘅接任人啊？等等啦，同埋咧佢同時向伊朗嘅人民喊話，咁啊叫佢哋做咩咧？嗱，同埋咧都甚至乎啊，有同以色列國內咧，喂，原來佢話咧佢俾人迫害咁嘅情況，喂，都幾震撼幾精彩噶。咁啊，不如去片直接聽下佢講乜啦。嗱，一樣啦，嗰個原片希伯來文嘅原片咧，我就擺下低個資訊欄啦，一樣啦。希望大家啦記得 like 啊 emoji 都好啦 comment 同埋咧 share 埋俾你朋友啊，需要大家嘅鼓勵一路做落去嘅。去片喺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免費訂閱我頻道 subscribe 我 channel 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埋俾你朋友啊。如果可以嘅話咧，免費 join 埋我 Patreon 作為後備。行有餘力嘅話咧，可以喺 Patreon 嗰度咧每個月請我飲咖啡嘅噃。另外咧，我有個最高級別嘅會員，咁啊有額外嘅內容啊，敏感嘅議題同埋一啲付費嘅內容俾大家嘅。多謝大家。以色列嘅市民，我嘅兄弟姊妹嘅，我哋而家正處於歷史性嘅日子，呢啲日子將會記錄喺以色列嘅歷史入邊。喺獅子咆哮行動入邊，我哋嘅咆哮聲越嚟越大。我哋正在粉碎伊朗嘅恐怖政權，我哋打擊同埋粉碎佢嘅走狗喺黎巴嫩嘅真主黨。以色列同美國前所未有咁合作，我哋取得咗巨大嘅成就。呢啲成就改變咗中東甚至更遠地方嘅力量平衡。呢啲成就鞏固咗以色列作為一個比以往更強大強國嘅地位，而我哋同敵人之間力量嘅呢個戲劇性改變呢，就係保障我哋生存嘅關鍵。威脅又升又跌，但係當我哋變成區域強國，甚至某啲領域成為世界強國，我哋有能力將危險趕走，保障我哋嘅未來。喺1993年，我喺其中一份報紙發表咗篇文章，入邊寫到以色列生存最大嘅威脅唔喺阿拉伯國家，而係喺伊朗。自此之後，超過30年，呢個兇殘嘅阿圖拉政權確實一直試圖傷害美國同西方國家。但係首先呢，佢哋最主要係推動佢哋消滅以色列嘅計劃。佢哋喺3個層面咁做。第一，佢建立咗一條邪惡軸心，聯同真主黨、哈馬斯、胡塞武裝、阿薩德政權同其他恐怖軍隊。第二個層面，佢致力建立一個有幾萬枚致命彈道導彈嘅系統。第三個層面呢，佢積極發展核彈，目標非常明確，就係要將我哋喺地球上抹走。好啦，佢做唔到呢樣嘢。作為以色列總理，我帶領咗好多公開同秘密行動，拖慢咗伊朗，削弱咗佢哋嘅能力。但係同時，我哋都建立咗自己嘅軍事能力、科技能力同外交能力，為咗可以強力打擊伊朗，將威脅遠離我哋。所有呢啲努力都匯聚咗喺復興之戰，民族如獅子咁犧牲。而家就係思考喺復興之戰入邊呢，我哋重創咗邪惡軸心，佢哋仲在度，但係能力已經大大減弱。會唔會有責任完成呢件事，為所有以色列公民帶嚟安全，特別係北部居民，就好似我哋為南部居民做咗同會繼續做嘅一樣。真主黨已經感受到我哋嘅強大打擊，佢哋之後會感受到更加勁，佢哋會為佢哋嘅侵略付出好大代價。喺獅子咆哮行動入邊呢，我哋第一次成功打擊咗伊朗龐大嘅導彈庫同埋其他導彈生產工廠。我哋對佢哋嘅核計劃都做過同樣嘅事，包括重創伊朗頂尖科學家
就係佢哋帶領發展，用嚟毀滅我哋嘅原子彈。佢哋而家已經唔喺度。順帶一提，我哋最近又打擊咗幾個喺獅子咆哮行動之後，特朗普總統同我一齊警告咗哈梅內伊個獨裁者。我咪同佢講，如果你試圖重建你哋嘅死亡工業，我哋會用你未見過嘅力量打跌你哋。佢唔單止冇聽我哋講，仲加快咗行動，重建核武同導彈計劃，跟住仲要將佢哋埋得好深好深，埋喺地下，埋喺高山底下。如果我哋冇即刻行動，過多幾個月，伊朗嘅死亡工業就會變到無懈可擊，冇人可以傷到佢哋。所以呢，我哋美國同以色列一齊出手，繼續喺獅子咆哮行動做過嘅嘢，阻止伊朗發展核武，阻止伊朗發展會威脅以色列、美國同全世界嘅彈道導彈啊！呢個就係我哋嘅目標。喺好短時間內，我哋剷除咗仇敵哈梅內伊呢，仲有好多恐怖政權嘅高層人物。我哋剷除咗舊部軍同埋新部軍，穆賈塔巴嗰度革命衛隊一傀儡，佢而家連出街都唔敢見人。我哋而家咧打擊緊核設施、導彈同埋發射器系統，鎮壓總部政權嘅權力核心，仲有好多其他目標。同時，我哋都致力推動另一個目標，就係為伊朗人民創造條件，等佢哋可以推翻呢個殘暴專制政權。呢個政權已經壓迫佢哋差唔多半世紀。我哋對革命衛隊同巴斯基部隊，無論喺街頭定喺路上，都發動咗衝擊，仲未停手。我想同伊朗人民講，你哋可以踏上自由新路嘅時刻，呢一刻越嚟越近。我哋會企喺你哋身邊，我哋會幫你哋，但最終都要靠你哋自己，成件事都喺你哋手上。而家已經可以肯定咁講，呢個已經唔係以前嗰個伊朗，唔係以前嗰個中東，亦都唔係以前嗰個以色列。我哋唔係等緊，我哋主動出擊，我哋攻擊，而且用咗前所未有嘅力度去做。我哋同美國建立咗一個前所未有嘅同盟。呢個同盟同我哋嘅大朋友，我個人朋友特朗普總統一齊建立。我哋差唔多每日都會傾偈，大家好自由咁交流，專注討論，互相交換意見同埋建議，一齊作決定。特朗普總統啱啱同我講咗一樣嘢，我想同大家分享下。佢就係咁同我講啊，我哋之間嘅關係比起以往任何一任美國總統同以色列總理之間嘅關係都強100倍。我哋唔淨係想自己國家，唔淨係想呢一代，我哋都會想埋下一代，想埋人類未來。呢排我同我啲人都同區內其他國家建立緊新嘅聯盟。呢聯盟幾個星期前都仲覺得係天方夜譚，而家我哋真係做緊。我哋之所以做到呢啲，全靠我哋建立到強大嘅實力，全靠我哋指揮官同士兵嘅英勇，仲有你哋以色列市民堅定不移嘅支持。我知道你哋有跟住國防指揮部嘅指示，每次都會入去安全區避難。我知道呢件事唔容易，我知道而家北部都好艱難，但你哋堅持做呢啲嘢，唔單止救緊人命，仲俾咗我以色列政府、以軍同埋安全部隊後盾同埋時間去達成戰役目標。特朗普總統曾經同我講過個好有趣嘅說話，淨係喺以色列撤離航班係反方向嘅，全世界都想離開戰區，淨係你哋以色列個個都想翻嚟。呢種精神係邊度嚟嘅？佢成日都問我呢個問題，我答佢，呢個就係我哋成功嘅秘密，呢個就係我哋民族嘅堅韌，呢個就係我哋信仰嘅力量，對以色列永恆嘅信念有冇問題？你好，先生，你宣布紅絲崛起行動係一個勝利，但係半年之後我哋又再嚟一輪。你覺得呢一輪軍事行動之後喺可見嘅將來仲會唔會再有新呢？先生，對你嚟講咩事算係勝利？推翻政權係咪就等於勝利？首先呢，
我已經用最清楚嘅方式咧定義咗目標。我哋嚟呢就要重創佢哋嘅核計劃同埋彈道導彈計劃，特別係要阻止伊朗人將呢啲嘢搬落地下，去到我哋打唔到佢哋嘅地方。呢啲目標我哋一定會達成㗎。我仲加多個目標就係要為伊朗人民創造條件，真真正正可以擺脫呢個可怕嘅暴政政權。創造條件唔代表一定會發生。我啱啱都同佢哋講到，啱啱先講過 ，It's up to you， 即係話係靠你哋自己。你可以帶人去到水槽，但你逼唔到去飲水。我哋會創造最理想嘅條件去實現呢件事，包括空中打擊，好似我哋尋日做咗，依家呢幾日都做緊，目的就係想俾佢哋有足夠空間可以行出嚟上街。但係呢啲就係我哋嘅目標。咁同時呢，我哋都係將呢個政權呢徹底粉碎，冇其他方法可以形容。而家喺阿姆卡亞嚟，我哋嘅目標就係要令佢哋遠離好快就可以發展核武器嘅階段，仲有基礎設施去製造成千上萬支導彈。我哋做到啦，咁佢哋當然可以繼續咁做，但我哋希望已經唔在人世嘅哈梅內伊能夠聽到我同特朗普總統對佢發出嘅威脅。佢冇睇，所以我哋咪停咗落嚟啦。我哋已經證明咗我哋好認真，我哋絕對唔會容許佢哋發展出任何足以對以色列國家生存構成威脅嘅勢力，同時亦絕對唔會讓佢哋對美國以及成個西方世界構成極其嚴重嘅安全威脅。我哋而家已經全面展開咗相關軍事行動。總理係請講，祝你喺戰役中順利，靠上帝幫手。首先，你講過行政部門嘅負責人唔可以喺公眾場合露面，我想問佢將來會點，同埋同佢合作嘅納伊姆卡森又會點？仲有啲核目標，我哋到而家都未聽到足夠消息，佢哋將來會點？伊朗已經儲存咗嘅濃縮鈾又會點啦？我唔會幫任何恐怖組織嘅領袖或者佢哋背後嘅金主買人壽保險，我都唔打算喺度詳細交代我哋計劃緊啲咩，或者會做啲咩。咁至於核問題呢，我哋已經打擊過佢哋嘅核設施，我都講過，我哋仲鏟除咗一位非常重要嘅高級科學家。你問我哋將來會點？我啱啱喺耳機度冇聽清你最後嘅問題，你啱啱問咩問題？我問過 Moshtaba 呢位領袖會有咩下場，仲有同佢合作嘅 Naim Qassem 又會點啊？我已經答咗你呢個問題，但係我覺得你都想問下場會點發展。我覺得會有好多驚喜出現喺呢個記者會上面啦。我都要保持到個戰爭迷霧嘅，我唔可以同大家分享我哋所有嘅計劃。其實我哋而家已經做緊好多嘢，不過我可以講，我哋而家嘅優勢遠超預期，我哋都打算實現所有目標，靠住上天幫手。你好，你喺上一次行動之後講過，你喺上一次行動之後講過，你話以色列唔會再被真主黨重建實力，亦唔會再威脅北部居民。另外一次你又講過，閣下，我哋已經令真主黨倒退咗20年。係咪其實你哋應該要同公眾，特別係北部居民講清楚呢個信息，少啲口號，多啲現實角度去睇啦。畢竟佢哋親身經歷緊呢個現實，而我哋全部人都深刻，亦都習慣咗，甚至可能比以色列其他市民更加成熟。第二個問題，請問你是否都同意特朗普總統嘅講法，即係霍爾佐格總統係個恥辱？你係咪支持政府內部嗰啲呼籲對總統實施制裁嘅批評人士？非常之感謝。係㗎，你理解啱啊！一喺我睇嚟，我哋似乎只問咗個問題，恕我直言，但我會答你哋嘅呢兩個問題。首先，我向北方居民致最深切嘅慰問。我從梅圖拉嘅農民溫斯坦嗰度了解到，佢屋企4代人都生活喺度。你可以睇到佢付出嘅巨大努力同經歷嘅巨大艱辛。我哋唔會拋棄佢，我哋唔會將梅圖拉拱手讓俾佢。我哋唔會拋棄北方嘅居民，我哋將採取行動。缺乏智慧，卻擁有消除威脅嘅強大力量。而家我想話俾你聽嘅，喺上一次競選活動中，我講過，我哋阻止咗一個巨大嘅威脅。呢個威脅
唔單止來自北方居民，亦都來自以色列國。我提醒你哋嗰啲話但係真主黨仲喺度開槍嘅人，嗰時我哋講過有15萬支火箭路導彈，講過特拉利夫高樓會被毀，但佢同全國其他地方都會變成廢墟。我哋講過會有15000到2萬人死亡，呢啲全部都冇發生，因為我哋對佢哋造成咗沉重打擊。但係呢，呢個唔代表佢哋冇剩低啲殘餘火力，佢哋仲有啲殘餘火力。嗱，呢啲我哋都會處理嘅。我哋點樣處理呢？我哋喺禮拜面會點做？我向你保證啊，我哋而家進行緊好認真嘅討論，唔係為咗討論而討論。啲討論係為咗行動。不過我再次講，我唔打算公開呢啲內容，但係要明白一樣嘢，威脅會嚟又會走，但我哋而家嘅實力比以前強大咗好多。我哋以前呢係受過伊朗嘅核威脅，受過成萬支彈道導彈威脅，邊個知佢哋會攞到幾多，比我哋勁幾多，會有幾多人傷亡？我哋都受過恐怖組織真主黨嘅威脅，呢個被稱為世界上最恐怖嘅恐怖威脅，因為佢哋有呢啲毀滅性武器。而家嘅伊朗同以前嘅伊朗，或者而家嘅真主黨同以前嘅真主黨根本冇得比。我同你講啦，聽日佢哋會更加弱嘅。無論係伊朗定真主黨，靠住上天幫手，我哋仲會帶嚟更深層次嘅改變。正如我成日講到，我哋而家改變緊中東，無論對住敵人定朋友都一樣。以色列而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大啊！每個人都明白呢點啊，全世界都明白，我哋嘅鄰居都明白，無論係朋友定敵人。佢都問咗我關於總統後裔組閣嘅事，我唔打算評論某位美國總統嘅講法，而且我都覺得奇怪，你當拜登總統話佢要求介入呢個問題嘅時候，你又冇問過呢個問題。講緊司法改革呢個議題，美國總統有權講出自己心裏邊嘅諗法，呢個就係佢嘅心聲。我都係由特朗普總統嗰度知道嘅，好多人同我一齊同佢傾偈都聽過佢講出嚟，因為佢覺得呢度係獵巫行動，佢講得啱，佢覺得真係有政治獵巫，根本唔應該有呢場審訊。發現咗咁多恐怖嘅嘢之後，呢件事更加應該早就結束。恐嚇證人、犯罪、偽造記錄、監聽、威脅要摧毀家庭，所有呢啲恐怖嘅勒索，仲有用間諜軟件對以色列市民用咗成千上萬次，13次，當中唔少都針對到我身邊嘅人。喺一個自由國家，邊度會有咁嘅事發生？呢邊唔係合法，你哋都知呢邊就係明顯犯法，應該早就要收手。而特朗普總統佢有權咁做，佢有權發表自己嘅意見，都唔負責佢選擇咩字眼。你哋都可以問下自己，佢係咪真心講出自己感受？答案係佢真係由心而發咁講。以色列係咪有行動去武裝伊朗嘅反對派？同埋我哋有冇為咗一個情景做準備？就係伊朗政權最終都冇倒台，因為你自己都承認呢件事唔係100%肯定會發生。跟住回應阿 Yaron 頭先問嘅問題，你有冇喺戰爭期間都要求特朗普總統提出特赦呢個議題？我冇同佢講過，唔係之前，依家都冇，真係冇同佢講過，絕對肯定。所有坐喺度聽到佢自發講呢啲嘢嘅人都可以作證。你頭先問嘅第一條問題係咩？以色列係咪有行動去武裝反對派？同埋我哋有冇為咗伊朗政權唔倒台嘅情景做準備？如果真係近，會有咩後果？因為你自己都講過，軍事行動未必一定可以推翻政權。我唔會詳細講我哋做緊啲咩行動啊！我哋而家係創造最好嘅條件去推翻政權，但我再講多次，我唔否認。我都唔可以肯定咁同你講，伊朗人民會唔會推翻政權，最終都係要由內部自己搞掂，最後都係會咁發生。不過咧，我哋絕對可以幫手，而且咧，我哋都真係有幫緊。我哋同佢哋講過，援助就嚟到 ，Help is on the way， 援助已經到咗，喺度啦，仲會更加多咁力。最後會點？我唔想同你講，我知道我哋有咩期望，我相信你都一樣。希望都係呢個政權會倒台，
如果佢唔倒台，都會變得嘢好多。我希望佢會倒台，咁問題就解決咗。但無論點都好，到時都會係一個唔同嘅伊朗。佢已經冇以前咁有威脅性嘅，佢唔再係以前嗰種強國，已經唔係嗰個，唔再係嗰個冇人搞得掂、冇人敢聯合對抗嘅大惡霸。而家大家都同我哋一齊聯合起嚟對抗佢，用公開同其他方法去行動，將來仲會有更多方法被發掘出嚟。無論點，我可以同你講，有神幫手，以色列而家行緊一條比以前更強、更有力量嘅路。最後大家都要明白呢一點，我諗大家都會話，等等，我哋會去到安穩同埋幸福嘅日子，我哋會去到彌賽亞時代。咁我同你講，可能我哋真係會去到彌賽亞時代，但唔會係下個星期四就發生嘅。喺民族嘅生活入邊呢，你成日都會遇到新嘅威脅或者舊威脅再出現，而唯一可以保障你生存未來繁榮同埋同你建立嘅盟約，就係你要非常之強大。毫無疑問，由一場戰役到另一場戰役，從建國之戰到民族如獅子咁崛起，到而家嘶吼一聲，以色列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大。喺10月7號嗰日，我哋真係去到生死邊緣，大家都以為我哋玩完冇得救。而家呢，我哋起碼都係一個地區強國，成個世界都對我哋士兵嘅英勇、我哋市民嘅堅持、我哋嘅科技能力、我哋嘅飛行員、地勤團隊，全部都感到驚訝。仲有救援部隊啊、民間社會，大家都見到呢啲力量凝聚埋一齊，變成一股巨大嘅力量。我同你講，呢度有兩樣嘢，一係力量，一係以色列民族、以色列國家獨有嘅信念。呢啲嘢展現出嚟，改變咗我哋嘅未來。所以如果我哋開始用呢種角度去諗住因為呢股巨大嘅力量，無論係精神上定係實質上，呢個結合可以保障我哋嘅未來，我覺得呢個真係會為我哋帶嚟非常非常好嘅日子。晚10號總理，第一個問題關於黎巴嫩，如果可以問你哋喺討論期間有冇考慮過，因為真主黨嘅違規行為，永久咁樣從黎巴嫩攞走一啲土地？仲有一個問題咧，順便講翻，啱啱大家提到赫爾佐格總統，你認過你同特朗普嘅關係好親近，話你哋可以喺酒吧度自由咁傾偈，所以我都想問下總理，你有冇同佢講過啲咩？可能關於佢對赫爾佐格總統講嘅啲重話，話佢係恥辱，話佢可悲，話佢吹水王，你有冇就呢啲講法同佢講過啲咩？點解佢會咁樣講以色列總統？關於黎巴嫩，我同黎巴嫩政府幾日前呢，我已經同你哋講過，你哋真係玩火。如果你哋繼續俾真主黨違反你哋承諾去解除佢哋武裝，呢個係你哋承諾過嘅，咁你哋就要自己掌握自己嘅命運。而家係時候你哋要咁做。而家如果你哋唔做啦，好明顯我哋會做。我哋點做？我哋點做？喺地面上用地面同其他方法。我唔會喺度詳細講，但我向你保證，好似我講過咁，我哋會令真主黨付出好大代價。黎巴嫩政府最好快過我哋一步參與呢個行動。如果佢唔做，我哋就冇選擇，只可以用我哋自己嘅方法去做。關於我同特朗普總統嘅對話啦，其實我冇同佢傾偈啦。我不嬲對所有總統都好有禮貌㗎，包括赫爾佐格總統，我對總統非常尊重。但我覺得應該要停止呢個審訊，佢唔應該再度，特別係戰爭期間，戰爭期間根本唔應該再討論呢個審訊，早就應該完結。佢根本唔應該存在嘅，呢個係一場迫害嘅審訊。大家都睇得出，見到總統嘅崩潰，大家都睇到審訊證明咗3年前法官都話根本冇賄賂，咁仲有咩剩低？我為咗我細仔。嗰陣時仲細，收咗個 Bugs Bunny 公仔，就因為咁樣查咯。仲有收到朋友送個雪茄，就係因為呢啲嘢㗎。場咁嘅審訊，好似話咩嚴重叛國審判咁，咁成件事咧，其實就嚟崩潰，大家都睇到嘅。大使又嚟，部長又嚟，坐喺入邊咧都話：我哋真係唔敢相信自己見到咩。呢件事唔係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而係話法律面前唔平等。
因為如果唔係想推翻我領導嘅右翼政府，佢哋根本唔會咁對待普通市民。咁呢個就係一個可能嘅回應。而作為總統咧，有自由去作出佢自己嘅決定，唔應該受到壓力影響。佢只需要做啱嘅事就得。我講緊係來自國內嘅壓力，唔會少過外來嘅壓力。只需要做啱嘅事。而家啱嘅事咧，就要停手，結束呢個荒謬嘅馬戲團，俾以色列有時間，俾我有時間去做啱嘅嘢。無論係要打敗我哋嘅敵人，定係創造巨大嘅和平、繁榮同埋區內聯盟嘅機會啦。呢啲都係我哋面前嘅大事啊！而家我就係為呢啲嘢努力緊啦。但為咗呢個目的，我只係諗完全自由。至少呢個係我醒盡嘅每一刻都係努力做到嘅。而我哋清醒時間好長。係得，總理先生，你之前亦多次講過，唔能夠保證伊朗政權一定會垮台。不過呢，你會視之為呢場戰役嘅失敗咩？因為當你講到黎巴嫩同伊朗，其實你想講咩？你意思係我哋要準備好隨時應對更多輪嘅衝突。我哋其實都已經睇到呢一點，尤其係紅絲崛起之後，你預期市民而家應該點樣應對？另外，你會唔會呼籲其他政黨加入你嘅政府，好似班尼金池或者其他人？首先我話從市民身上獲得巨大嘅力量。大部分市民我一定要講嘛，大部分市民都明白我哋面對緊咩。大部分市民都好有耐性，唔知大部分。其實成個市民都好有耐性，好有決心，亦都明白到有時要面對啲唔方便呢，真係有困難。好似我哋間中要落避難山或者安全區咁，佢哋都明白㗎。佢哋明白，差唔多40年嚟啦，呢度興起咗一個恐怖政權，想消滅我哋，而我哋就阻止咗佢。我哋用強硬手段呢去阻止佢，做得非常出色。成個世界都對我哋嘅能力呢感到驚訝。當然，重點係我哋要不斷問自己，點解我哋要咁做？我哋咁做，因為我哋真係有生命力，有以色列民族嗰種堅韌精神，可以靠我哋嘅意志力去克服一切。我哋願意明白，我哋唔會再被消滅，唔會再被流放。呢個就係我哋嘅機會，呢個就係上天俾我哋機會，等我哋可以翻嚟自己嘅土地，重新獨立，重建我哋嘅軍隊，擊退我哋嘅敵人。如果我哋要一次又一次咁擊退佢哋，我哋就會一次又一次咁做。好多時啲敵人都換人，有啲甚至會嚟同我哋和解。而家我哋有啲和平關係，係以前諗都諗唔到會有嘅。如果以前嘅敵人，你哋知唔知點啊？呢啲嘅關係仲越嚟越穩固啊！佢哋會同我傾偈，我喺戰爭期間同幾廿個領袖傾過偈，真係幾廿個領袖。我唔單止淨係忙住打仗，我都要處理外交戰線。而呢一部分好大都好似冰山嘅人藏喺水底，你哋睇唔到嘅。但係佢哋會同我傾偈，佢哋對我哋嘅實力充滿敬佩，所以佢哋想同我哋拉近距離，想建立以前從未有過嘅關係。所以而家就係咁樣發生緊。你唔可以話啲嘢就咁完啦。我哋生活喺中東呢個野性嘅地帶呢度，有啲國家追求進步，但係而家好多國家想將我哋拉翻去中世紀。我哋唔可以話好啦，我哋都想呢度變成瑞士咁。你知唔知點啊？其實而家連瑞士都發生緊呢啲事，即係話呢種極端主義、呢種極端伊斯蘭嘅野蠻，無論係什葉派定遜尼派，極端伊斯蘭、什葉派同極端伊斯蘭、遜尼派，今日都威脅緊全世界。我哋喺中東嘅心臟地帶，唔可以話呢啲嘢會完，停咩都冇事。唔係，呢啲仲要再打多幾步，再打多幾步。但係呢啲打擊真係大大削弱咗我哋嘅敵人。可能佢哋唔會消失，佢哋唔會一下子就冇啦。但係點可以比較呢？我問下你哋，啲傳媒成日都咁，或者你哋都應該問下自己啲問題。成日都話佢發生咩事啊？咁沮喪，睇下我哋有幾多成功，睇下我哋喺呢場戰爭入邊攞到幾多巨大成就。呢個暴君已經被剷除咗。佢47年嚟都叫人要消滅我哋，其實都好似有冇希特拉復活咁，而家就俾我哋剷除咗。佢哋所有高層都起身，結果都一樣被剷除。佢哋成個導彈系統都俾我哋摧毀晒。佢哋嘅核武系統同埋啲核科學家成日想住要消滅我哋，
依家都一樣被剷除。呢啲都係巨大成就，全世界都見到我哋嘅軍隊，見到我哋嘅人民，我哋人民都見到我哋政府，見到我哋有能力面對呢啲一切，仲可以攞到咁嘅成就。所以如果我係你哋，我會望住我哋嘅重大成就，同時都會睇下我哋面對嘅挑戰，仲有未解決嘅困難，我唔會忽略呢啲嘢。順帶一提啦，我都諗住繼續幫北部社區會加大支援，幾多都會俾，唔會睇一毫子，唔止錢，係全國一齊出嚟。我哋而家已經咁做，將來都會繼續做落去。但係最重要嘅係要明白，要相信我哋自己嘅力量，相信我哋嘅成就，相信我哋嘅潛力，相信我哋嘅精神，相信我哋嘅實力。呢個就係我可以同你哋講嘅。我哋而家喺戰爭之中，並且一步一步向住我哋嘅目標，請繼續。你好，總理，你宣布徵兵法係一個歷史性過程嘅開始，會帶嚟大量哈雷迪極端正統猶太教徒嘅徵召。如果係咁，點解偏偏喺戰爭期間要放棄呢條法例啦？定係其實只係政治利益？另外，關於部長伊迪特西爾曼呼籲制裁，你係咪支持佢嘅呼籲？如果唔係，點解你冇同佢劃清界線？係噶，請問你個第一個問題係咩啊？你翻嚟俾我答你噶。好嘅，你澄清徵兵法係歷史開端，會讓大量哈雷迪人入伍。若真如此，點解戰時仲要豁免？定係僅出於政治考慮？唔係，我哋冇放棄過任何嘢，我哋做嘅只係暫時擱置咗我哋所有立法計劃，並且話而家一定要專注做一樣嘢，就係保障安全。我哋需要通過個安全預算，為國防預算加幾十億，否則我哋就冇足夠嘅武器同其他推動軍事計劃所需嘅嘢。問題就係唔同政黨好自然咁喺你哋熟悉嘅時候都會咁做，通常會話好啦，我會支持預算，或者話我唔會支持預算，除非我攞到某條法例。哈雷迪極端正統派就話要徵兵法，照佢哋想要嘅方式。咁其他人又話，如果唔係攞到某啲改革，我哋都唔會支持預算。我揾咗啲人，首先係財政部長，我同佢講，不如我哋一齊揾晒所有政黨，話俾佢哋聽，將所有附帶條件、所有要求都擺埋一邊，先唔好理住。而家我哋先通過晒所有嘢，之後再繼續立法。我哋會通過預算，之後就會有一個負責任嘅預算，一個安全嘅預算，一個真係係戰時需要嘅預算。佢哋就係咁做嘅，我對佢哋好自豪。我覺得佢哋真係好有責任感咁去做。等通過預算再繼續立法，我希望我哋可以完成。首先呢，我希望政府可以做滿你任期，因為好明顯你都知咧，政府唔會因為預算未通過而倒台，因為預算咧就快會通過。我都希望我哋可以完成呢屆政府嘅任期，即係話選舉會喺指定日期舉行，可能係10月或者9月。我都希望我哋可以成功通過徵兵法，因為我覺得呢條法例好負責任，就好似我哋而家想通過咁，呢條法例會令到有23000個哈雷迪人啦去服兵役。3年半之內做到呢個數根本冇得比，真係好正，而且入邊仲有好多重要嘅內容，呢個會改變以色列社會。所以呢，我哋冇放棄過任何法例，亦都冇放棄過任何改革。我哋只係將啲附帶條件擱置一邊，用負責任嘅方式批出咗打仗所需嘅預算。你好，好高興見到你。其實乜你講咗啦？你認為政府會做滿任期，再過大約1個半星期，高等法院會審理一宗要求解僱本加維爾部長嘅請願案。如果判決真係如請願人所要求咁係咪？其實你會唔會聽從判決，定係你都會選擇提前選舉？另外一個問題，請問你點睇特朗普總統嘅特使史提夫維特科夫下個星期嚟呢度訪問？佢嚟嘅目的係咩？你覺得呢件事係咪同或者係根據美國傳媒多次報道，特朗普總統咧定咗一個死線有關啦？
諗住為戰爭設定最後期限，並努力結束戰爭。非常之感謝我哋係為生存同埋未來而戰。我們認為以色列國目前存在任何試圖製造權力衝突或嚴重危機嘅勢力。我哋唔通唔懷念伊朗咩？我哋唔缺乏真主黨，我哋目前亦都唔缺乏我哋能夠並且已經成功應對嘅挑戰。咁而家入去搞呢啲咩？我唔相信有人會將我哋逼到咁嘅地步。呢個已經唔止係荒謬，唔止係瘋狂，簡直係完全失控。而家唔係做呢啲嘢嘅時候，在我睇嚟根本就唔應該做。而家講翻你問嘅問題，關於Steve Witkoff 嘅探訪，我希望亦都一直好樂意見到佢，唔好再想住要聽人指揮啦。我同你哋講，我同特朗普總統之間嘅關係，仲有我哋建立起嚟以色列同美國之間關係，兩個軍隊之間嘅合作，正如 Pete Hegseth 話齋，佢哋係世界上最好嘅軍隊同空軍，呢種合作真係非常之強大。佢唔係靠指令做嘢，佢完全係用另一套方法，係傾偈、理念交流、諮詢同埋一齊合作。你哋要開始咁樣諗，呢樣嘢喺所有層面都啱，但係最重要係我同總統之間，仲有我哋啲人之間，我仲想同你哋講多一樣嘢。其實你哋市民，我而家係同市民講嘢，記者們唔好意思，我而家直接同市民講，因為有啲嘢我本來想同你哋講，不過而家我都唔講住，為咗自己同為咗你哋。但我想同市民講，你哋俾到好大嘅力量，你哋真係展現咗以色列祖先嘅精神，你哋展現咗點解我哋民族可以歷經咁多世代都生存落嚟，仲可以克服咁多其他民族都克服唔到嘅困難。你哋展現咗點解以色列永存唔只係一句口號，而係一個事實。我都要多謝你哋，都要多謝我嘅妻子莎拉，我個屋企人莎拉，佢支持我嘅生活，幫助我，就好似你哋仲有好多人幫助我咁。你轉向我講，要堅強，繼續帶領我哋，唔好崩潰。我冇崩潰，冇堅強。我之所以堅強，係因為你，係因為我哋共同嘅傳承，亦都係因為我嘅妻子同埋個仔。呢個賦予我巨大嘅權力，但係亦都俾我付出咗巨大嘅個人代價。我愛你哋，多謝。大家都聽到嚟呢度啦，希望大家 like 埋呢條片啦 ，share 埋俾朋友，記得未 subscribe 嘅要 subscribe 埋啊！可以嘅話，join埋我 Patreon啦。多謝收看，拜拜。